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中风前最后的警告，太多人错过了。中风有多可怕，我们都知道，身边也有不少中风的患者，看着他们从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样子，真的是不得不令人感慨。每个人都有几率得中风，但有的人身体素质比较好，预防工作也做得很棒，于是中风就没有了可以下手的机会。但也不少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被中风盯上。但是不要怕，记住这个中风前最后的一次警告，还是有机会逃过一劫的。以下是一位医生的真实经历。某天深夜，我正准备入睡，门铃突然响起，打开门一看，是隔壁的张大妈，一脸慌张地站在门外，焦急地说：医生，真不好意思，深夜打扰到您。我家老杨不知怎的，突然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了，左边身子乏力麻木，说话也含含糊糊的。梁医生，你过来给我瞧瞧吧。我赶紧跟着张大妈到他家，却见杨大叔神情自若地坐在桌边，喝着茶水，满是歉意对我说：梁医生，麻烦您还专门跑过来一趟，我的病突然又好了。张大妈很纳闷，老头子，你不会是装病吓我吧？直觉告诉我有蹊跷，我便询问了杨大叔的病史，查看体征，最终认为大叔不是装病，而是患了小中风，也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。从小中风到中风仅一步之遥，小中风也叫做轻微中风，医学上称之为暂时性缺血症。小中风是由于小血块阻塞脑部的血管引起的症状，跟中风类似。患者会出现单侧手臂无力、口角歪斜、说话不清，但这些症状都是暂时性的，时间不长，一般2个小时内就可以恢复，通常会被人忽视。它是中风前的最后预告。小中风是大脑向人发出的健康警报，发生小中风后，患者罹患中风的概率大幅的攀升。研究发现，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后7天内发生脑中风的概率为 8% 到 12%， 1个月内发生脑中风的概率为 11% 到 15%， 90天内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为 20%。 据临床的数据统计，半数以上的脑中风患者发病前都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的病史。抓住小中风的这些表现，小中风和脑中风正好的症状相同，但小中风持续的时间短，大多10分钟左右就消失，因此容易被忽视。那么发生小中风，我们怎么能够及时的抓住这些蛛丝马迹呢？一、视力减退，眼睛像被蒙上了一层薄纱，看不清东西，几分钟后能自行恢复。二、意识障碍，突然出现语言障碍，说话不清，吐字困难，性格一反常态，表情冷漠，行动迟缓。三、口眼歪斜，患者会突然口眼部歪斜，口角流涎，口齿不清，吞咽困难。四、肢体麻木，患者会出现几分钟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，面部、手臂、腿部感到麻木、刺痛、无力，走路时突然走斜线，杯子失手拿不稳，喝汤不受控制，嘴角流汤。五、乏力呕吐，部分患者会出现全身疲乏无力、出虚汗，胸口感到闷堵、心悸、呕吐等。自测小中风，请记5看。小中风一瞬即逝，及时的抓住小中风是预防中风的黄金时期。请牢记以下5个测试是否患上了小中风的方法。一、看眼神，观察者要看患者在头部完全不动的状态下，眼睛能否跟着手指上下左右的转动。二、看鼻尖，让患者将自己的手平放在侧前方，用食指指到自己的鼻尖，左右手交换的测试，观察其协调的能力。第3个，看舌头，
让患者伸出舌头，观察舌头会不会不自主地歪斜一侧。4. 抓手指。患者分别用2只手紧紧地抓住观察者的手指，若抓力很紧为正常，若轻易就能够拔出来，就要考虑是肌力下降。5. 抬大腿。观察者压住患者的大腿，看患者是否克服重力以及压力。脑中风一旦发作，严重者可危及生命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，有规律的作息，要适当的身体锻炼，多吃3黑食物：黑米、黑芝麻、黑豆、蘑菇以及海带、鱼等的健康食物。尤其是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病史的人群，日常要注意血压、血糖的控制，及时掌握脑卒中发生的危险信号。一旦发现，请马上就医。哪些习惯有可能会引发中风？1. 错误饮食。饮食不当也是引发中风的罪魁祸首，因此平时应该掌握正确的饮食方法，通过合理的饮食调节来促进身体健康。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，部分高脂的食物应该避免进食，否则会出现血液变得粘稠、血脂升高的情况。出现这些情况时，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血液循环，这样出现血管堵塞病变的可能性就会增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2. 长期的情绪不良。中风这样的疾病的出现与情绪方面的因素有关，如果经常存在不良情绪，引发中风的概率会非常高。因此，平时应该学会通过合理的方式来释放压力。当压力过大时，及时的改善调节个人的情绪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身体的健康，防止情绪的影响而导致气血运行受阻，出现血管堵塞的表现。3. 经常高强度工作。想要避免血管堵塞或者是中风症状的出现，需要改善某些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像常见的劳累过度也是容易导致中风或者血管堵塞的发生。平时需要避免高强度的工作，当工作一段时间后，需要适当的休息。通过合理的休息，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感，改善血液循环。工作时若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，不妨伸一伸懒腰，这样使得全身的部分肌肉收缩，预期的血液赶回心脏，从而增加循环血液，避免出现中风，这样才能够避免疾病出现，影响机体的健康。4. 冬天不注意保暖。在天气变化的时候，需要注意保暖，避免身体受寒。很多人到了寒冷的时候，经常会穿着短裤短裙，将身体四肢暴露在外面。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血管受刺激后堵塞，循环受阻。因为身体受到寒冷刺激后，通常会影响血液循环，损害血管的健康，出现中风的可能性也会增加。因此，平时应该注意身体保暖，防止身体受寒而出现疾病。预防中风所要做好哪几件事？1. 控制好血糖血脂。糖主要是为身体提供能量，但持续性的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会增加患上中风的几率，因此需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来用药，控制好血糖，维持血糖的稳定。2. 监测血压。中风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的，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中风，都跟高血压有关。高血压是引起中风的独立危险因素，因此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，严格按照医生嘱咐用降血压药物，采取低盐饮食，争取把血压降到140/90毫米汞柱以下。3. 多留意心率。经过研究表明，心房颤动的异常心率，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5倍以上。只要心跳加快或者变得不规律，需第一时间的去医院做检查。一般医生会用药物或者是电击的方式重新调整心脏的节律。4. 适当的出汗，保持适度运动，能够维持正常的体重，利于控制血压和血脂，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降低中风风险。每次运动不能少于30分钟，每周至少运动4到5天。每天早晨醒来后，可以用双手揉捏双侧的耳朵，能够刺激穴位，
促进全身气血运行，利于血液循环，防止出现动脉硬化。也可以坚持的做张嘴闭嘴的动作，同时伴有深呼吸，能够利用面部的神经反射来刺激大脑，让脑部的血液循环更加的畅通，增强脑血管弹性，从而预防脑中风以及老年痴呆症。5. 学会减轻压力。压力大是引起中风的高危因素之一，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发生炎症，不妨多做一些减轻压力的事，如深呼吸、做伸展运动，或者是练习瑜伽、打太极等。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如钓鱼、养花、听音乐，或者是练毛笔等，能够陶冶情绪，让烦躁不安的情绪平稳，同时也能够转移注意力，帮助释放压力。6. 积极减肥。肥胖会引起多种的疾病，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以及脂肪肝等，都增加患上中风的风险。因此需要积极的减肥，把体重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